差不多已经骑到坡顶了，今天好像骑上来不怎么费力。眼前的呢就是四桥水道，你看啊，碧绿的河水像一条绿色的缎带。你看啊，这个河边的美人蕉还在啊，以前种了一大片的，现在好像少了很多了。你看到对面就是南山古庙，这个古建筑还是建得蛮好玩的。边上呢种了很多这种叶木棉花，把这个花开得是非常热烈的。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池塘，就是养鱼的鱼塘。看到这些水泵啊都在工作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从祈福新村的天湖居这边出发，准备从这个侧门出去，走一段莲花山道，然后呢向着景观路、景观大桥骑行，然后呢再拐到四桥水道往龙湾冲，那边有一条龙骨路，那边骑出去。目的地呢是紫泥岛，因为最近几天呢听说啊紫泥岛环岛的线路开通了，所以我们去看看啊。村里的这个侧门呢，我觉得非常重要啊，因为这个村的南面就仅此一个小门，可是这条门前的大道呢，因为没有搞完啊，所以这边呢，这个门也没有修好。好了，现在呢，从祈福新村的天湖居侧门出来，已经拐上了这条莲花大道，其实是一条小山道啊。在好多年以前，这条路呢，从乡道变成了一条通车的公路，所以对这边需要借道的人来讲还是方便的不少。那于我而言呢，我已经在这条道上骑了不下几十次了，主要呢就是借道这条道到前面的景观大道去，但这条路将来肯定也是会修成一条4车道以上的大道的啊。但目前来讲的话呢，应该没有这样的计划。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说了，今天的目标呢是紫泥岛。这个番禺啊有很多的小岛啊，有些呢已经是成了骑行的非常好的地方了，比方说海鸥岛啊，这个全部骑一圈大概要30多公里，这个我已经去挑战过了。还有很多岛，像最近去过的南浦岛啊，就没办法做到完整的骑一圈，但是基本上来讲，你也可以在江边呢骑行很长时间。那这个紫泥岛呢，也是属于番禺区的，应该是番禺最西南角的一座小岛。我们经常到那边去，有一些景点啊，比方说保木园，还有一个艺术创意的园区吧，就那个地方呢叫紫泥堂，以前呢是国营的糖厂，就生产糖的一个厂啊，占地其实也挺大。废弃以后呢，那边就搞成了一片艺术性或带有些艺术气息的创意园。据说最近还在发展一些影视，做了很多的摄影棚啊。影视产业现在是那边主要发展。就以前去那些地方呢，我也曾经骑单车去过，但是骑着骑着呢就没有路了。
是无法进行环岛的骑行。但前几天呢，听说已经完全连通了，就环岛可以骑行了。大概环岛一周呢，10几公里吧，应该也并不是特别长的距离。所以今天呢，就兴高采烈的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们出门到子泥岛上去环岛骑行一周。如果真的是一个骑行的好地方呢，相信以后还会再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在这条莲花山道上骑行一段。不知道是不是季节的原因啊，还是感觉的因素，就现在骑这条山道，感觉好像比以前更美了，绿色的地方更多了。但是路呢，还是这条路，可能是心理作用吧，要不就是今天天气比较好啊，阳光洒下来，特别明亮。但是这条路上的车呢是越来越多了，就很多人还是觉得这是一条近道，都愿意往这里走。差不多已经骑到坡顶了，今天好像骑上来不怎么费力。从这里开始顺坡而下。这条路上多了一些纠察，你查那个电单车、摩托车还是汽车违章的。骑到这里呢，我就突然想起来，还是忘了把我的码表装上了。我昨天特地充了电。你看这一队人，左侧的他们都没有戴头盔，可能有人在前面告诉他们有纠察，会被阻拦啊，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地方等待。有很多人他还是不愿意遵守规矩，就这种头盔呢，其实可以几十块钱买个便宜的都没问题，那对自己应该也是有用的。按照规矩办，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，但是这边老百姓大部分都是做不到的。以前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骑行路上，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要不江边、海边呢，就是奢侈了，机会不多。但更多的呢，就喜欢这种绿意丛中，就比较原生态地方，包括广大的农村。虽然有些村庄啊进去以后，
会有一些恶狗挡道。当然，大部分的时候呢，你看着这些绿色，在这种绿色之中骑行是非常愉悦啊。这边又在进行平整土地，到底要搞什么呢？搞一个大草坪而已呢？总之呢，这些环境啊，还是慢慢的在变好啊。前面呢就是景观大道了。今天一路畅通啊，一路都是绿灯。现在骑过这个绿灯，前面就是景观大桥。我今天要骑上桥去啊，到了石桥水道呢，再下桥。这条景观大桥呢，现在已经一直通到前面的4粮路了，但是我不想走那边，我还打算在石桥水道边上慢慢悠悠的逛逛，河边的景色要更美一些啊。现在我已经骑到了桥中央了，在人行道上看看江。眼前的呢就是石桥水道，你看啊，碧绿的河水像一条绿色的缎带蜿蜒而去，两边的青山虽然不高，但看上去是非常的壮美。这个地方老百姓啊，在这边世世代代的居住。我还得往前面走一个路口，在前面呢下桥去，往那个方向而去。右前方的这一片山林啊，应该就是滴水岩森林公园了吧？还是延绵很长的一条山脉啊。广州这边呢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山，没有高山啊。你要进山呢，就必须去到从化以北，那边呢就进到粤北山区。这边呢，主要的是水乡冲击出来的这种小岛啊，一个又一个的岛。好，我准备从这边呢要推车而下了。
在这个平台上，我们再来观望一下这个四条水道。你看啊，前面看过去那一片一木棉开放的地方呢，就是南山古庙，就那个地方有一个仿古的建筑，或者是以前那个古庙的所在地吧。那个地方每到4、5月份啊，划龙舟的时候啊，龙舟就会从那边经过，所以这边的很多乡村呢，都是龙舟之乡，都有自己的龙舟队啊。去年呢，端午的时候，我还到这边来观赏过赛龙舟。这边呢已经是比较偏离城区的地方了，有山有水，所以很多人喜欢到这边来钓钓鱼啊，就是休闲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走。好，现在我下得桥来，我们就在这个江边的小路上往前稍微骑一下。哎呀，但是这个路都已经破坏得成样子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河边的美人蕉还在啊，以前种了一大片的，现在好像少了很多了。我的右侧呢就是景观大桥，我刚就从这座桥上啊推车下来的。这个地方是不是挺美的？如果到了下雨的时候，朦朦胧胧，有一种江南烟雨的感觉。冲边水闸。原本呢去济尼岛走外面的大路可能更加快捷，但是我特地拐到了这条河边的小路上，这边比较幽静，有水边的一些景物，就可以慢慢的欣赏啊。自从最近啊注意到这个异木棉，我以前老是把这个木棉和洋紫荆搞错。你看啊，这些树开得多么的灿烂，这个是挺有意思的。因为木棉花呢实在花期太短，所以从南美专门引进的这种叫异木棉的树，就它跟木棉花很像啊，就是它开花时候呢，这些叶子都会掉，开完了以后呢又会长起来，这个跟广州的大木棉花是类似的，还挺美的。我觉得我还是来到更清水的小路上来骑行，更加的舒服。虽然这道路呢有些砖已经破坏了。已经骑了半个来小时了，我们到这边异木棉树下来站一站。你看到对面就是南山古庙，这个古建筑还是建得蛮好玩的。边上呢种了很多这种异木棉花，把这个花开得是非常热烈的。
我现在呢在四桥水道边上缓缓向前骑行，这里呢都会有一些临时搭建的码头，就如果到了龙舟赛的季节呢，这些码头就会停很多龙舟。这条路呢都已经连通起来了，过一段呢就会有一个平台，还不错。你看这边有一个休息的地方，一个凉棚，正好这边呢是梁谷水道汇入四桥水道的地方啊。对面呢就是平山冲，以前从那边骑过来过。左侧这边过去呢就分岔变成龙湾冲，那一直过去呢就是我今天要去的目的地紫泥岛。但这边还有点路啊，我们慢慢悠悠的逛过去。沙湾非遗龙湾冲必到，这3点水已经不见了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开始顺着龙湾冲向前骑行。我在番禺住了好久了，但是这边的这些河王，我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。我以前知道的无非就是四桥，就是老镇区那边的四桥水道。像这些地方呢，也都是在可能10来年以前吧，政府投入了一些资金，来做了一些绿道工程。然后呢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模样了。所以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汽车也能通过，虽然少了一些停车场，但是骑单车呢就完全没有问题。很多人到这边江边来发呆，更多的呢是钓鱼。那前面呢会有专门的一些鱼塘、养殖场、钓鱼场啊，所以这边呢是希望能够安静的、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方。在一条高铁高架桥下面路过，我的左前方呢，这一大片地方就是钓鱼场了。这边有很多钓鱼场，那我今天就不进去了。左侧是滴水岩公园的一个入口。这里呢就是东兴高速的高架桥了。
我在这个桥下穿过，左前方有更大片的鱼塘，但是很多人呢还是热衷于在这个冲边野钓。你看看这个左侧多少的鱼塘，很多的钓位啊，每一个都是姜太公。现在不少人喜欢骑行，而且不甘于独自默默的骑行，他们还背一个蓝牙音箱，一边骑一边听自己喜欢的音乐。我觉得这种方式也不错啊。我的左侧有一条高速公路，就是东兴高速。好，现在在拐入到龙湾村边上的小道骑行一下。你看，这个地上吊满的这种花瓣，这应该就是夜幕林的花瓣了。这里又到了一个大的平台啊，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，看看河。我的这个下面还有人正在钓鱼呢，前面呢有人做瑜伽啊，大家以各自的这种活动方式啊来进行休闲。这些年呢，你别说政府在这些环境美化，还有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散步、骑行道等等方面呢，是做的还是非常有成就的。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喜欢经常出来骑行的人呢，更是如此。这里呢，就到了龙湾村湿地地道的入口处了。现在我要拐到大马路上。这条是龙湾大桥，这条马路呢应该是龙骨路吧。我特地想到前面去左转，进到龙湾村里面去骑行一下。我已经好久没去了。右侧转下去呢，是一个当地很有名的叫象径中学。其实在沙湾还有一个象贤中学。我们看到美丽乡村龙湾村的牌子。
但我这个地方好像没有钻进去过，我打算到向进中学门口去看一看。我觉得就这样随意的逛逛挺舒服的，主要这段时间天气比较适合骑行。我的左侧就是这家向贤中学了。你看啊，挺大的一个校门，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啊，有没有这个学校的校史介绍呢？向进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，位于沙湾西部的龙湾村，与番禺职业技术学院（现在叫大学了）隔河相望。1998年被评为番禺区1级学校，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，非常漂亮的这个自然环境之中的一个学校。但我就没有看到这个学校是什么时候创办的。好吧，也没有关系，到此一游而已。这边都已经到了桥下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桥下还有没有路可以拐过去的呢？哎，居然是有路可以拐过去的。哦，这个里面就出不去了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就从桥下拐进去，正好要进龙湾村。好，现在呢，进村的路上骑行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工厂啊。右侧有一条中华路，走进去看看啊，以前也走过的。这里呢，就来到了他们村头了。这里有几棵大榕树。现在好像搞了更多的绿道了，我们去看看。这边的骑行道以前是没有的，这也是算是河边的绿道吧。我们去走走啊。哎，这就晒了很多这种毡子皮，就跟我那天在灵山岛上看到的一样啊。这边呢就是农民的房子了，虽然整理的也不是特别的干净，但是他们还是利用自己的一些空地啊，种了一些东西。哦，我们想到这条道还挺长的。这还是第一次在这条冲边的小道上骑了那么远啊！我相信前面应该是有桥可以过去到对面的吧。所以这种环境的美化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在中国老百姓都可以吃饱穿暖了，但缺乏的呢就是精神文明啊。
这是人民的这种建设，有好几代人需要慢慢的建设。好，我们在这边看一看啊，你看啊，这边呢一条小河冲，以前肯定都废弃的，现在呢慢慢的要把它收拾好，变成一条绿道，让大家可以在乡野穿行一下。我要掉头往回走了。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池塘，就是养鱼的鱼塘，看到这些水泵啊都在工作。这种大城市近郊的农民啊，如果他们能够遵循市场规律啊，就多学一些技术，能够前瞻性的去做一些养殖啊、种植啊等等经济产业啊，我相信他们的日子过得应该是挺好的。昨天我跟太太去黄埔古港，就是广州开埠啊最早的一个海关的那里，那边很多的农民，一个当然享受着城市化带来的好处，你去看家家都盖的4、5层的大楼，就打出很多广告，2房、1房、单间等等房子的出租。我相信这些大房子里面啊，这种套房应该少说也有5、6套吧，就出租给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就很好。另外呢，他们也可以搞一些观光啊这种产业，比方说开了很多的餐馆，当然主要是游客来帮衬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把自己自留地里面种的一些庄稼、经济作物、水果等等农产品呢拿出来摆卖啊，很开心的。就他们一边摆卖，一边跟那些邻里啊在那里打牌说笑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其实真的挺不错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村头。其实以前我知道这边是有个市场的。我们现在继续回到这条中华路上来骑行。就从这些马路呢，可以想象当年的这种环境，还有老百姓朴素的一种情怀。刚刚说到啊，这些乡村的院前屋后吧，都种了很多的经济作物啊，就他们那种自给自足，还是很让人向往的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要骑上水闸，这个叫龙湾水闸的吧。从这条江对面呢，就是紫泥岛了。我先结束这一段的骑行。等一会儿呢，我要从那边过桥，然后到紫泥岛去环岛骑行了。那我们一会儿见吧，谢谢大家跟随观赏，拜拜。